自俄乌开战以来，博丹纳车载榴弹炮至今仍然零战损。如果这则消息是真的，那这辆乌克兰国产的车载榴弹炮最起码从生存角度来看，比法国的凯撒还强。近日有乌克兰媒体透露，其按照北约标准制造，能够使用欧洲规格弹药的国产155毫米 2S22 博丹纳车载榴弹炮，已经达到了月产6辆的速度。乍一听一个月6辆似乎并不是太多，但是如果考虑到俄军对乌克兰军工厂的重点照顾，乌克兰军工每月能生产出6辆做工复杂、体型庞大的榴弹炮车，还是值得肯定的。根据乌克兰真理报的报道，截至目前已有30辆 2S22 博丹纳车载榴弹炮交付乌军，且无一战损。虽然俄军在今年7月份曾宣称他们击毁过一辆 2S22 卡车炮，但是由于没有视频或者图像，而且乌克兰方面也矢口否认，所以单从证据上来看，博丹纳零战损的消息是属实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每个月生产6辆其实是完全够用的。抛开数量不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型乌克兰国产的榴弹炮如此坚挺呢？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这辆榴弹炮的基础数据。博丹纳榴弹炮由克拉马托尔斯克重型机床厂与乌克兰装甲车辆公司联合制造的。据制造商透露，为了减少被俄军打击的风险，该炮的生产分散在全国各地的25家工厂，关键零部件甚至放在国外制造。这也就解开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乌军工厂是如何避开打击，实现军备量产的？第二个问题，它为什么那么抗造？博丹纳车载榴弹炮的测试原型车采用乌克兰 KRAZ63221 高机动 6x6 卡车底盘，公路时速80公里每小时。量产的时候改用了法国凯撒卡车炮，后期改型所使用的捷克 T815 底盘，时速达100公里每小时。摧毁如此高机动的卡车，大多时候都不是靠瞄准，而是靠运气，因为它每次打完炮弹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更换位置，隐蔽起来，除非动用高价值的远程智能弹药。如果仅只靠中近程火炮，就只能等着博丹纳长时间一动不动，这种情况在实战中几乎是不会出现的。2S22 博丹纳车载榴弹炮口径为155毫米，发射高爆榴弹最大射程可以达到42公里，增程弹达60公里，自动装弹机每分钟可备弹8发，射速为4到6发每分钟。在这儿有件事儿值得一提，像上面这种射速的弹药还包括美国的神剑制导炮弹。从这一特征来看，乌克兰的博丹纳车载榴弹炮整体性能和法国的凯撒车载榴弹炮应该是不相上下的。和上面的信息一样，乌克兰军工制造商还透露，博丹纳每辆造价只有250万美元，而和它对标的法国凯撒卡车炮最新报价已经突破了500万美元大关，接近600万美元。从这点来看，博丹纳车载榴弹炮的性能就算比凯撒差点，但是性价比绝对是最高的。可能有人会说，每个月6辆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确实，对比战场需求，乌克兰的军工生产速度不高。此前，乌克兰军方订购了包括博丹纳车载榴弹炮在内共400辆自行榴弹炮，以及250辆牵引榴弹炮。这么多的数量，如果按每月6辆的速度生产，差不多需要6年才能全部交付。到那个时候，无论是乌军胜利还是俄军胜利，这仗可能早就打完了。但是如果对比欧洲，大家就会发现，乌克兰生产速度算是比较快的了。2003年的时候，法国陆军订购的72辆凯撒卡车炮，直到2008年才交付完成。粗略计算一下，相当于每个月只有1到2辆走下生产线。同比之下，战争时期的乌克兰每个月都能让6辆和凯撒同级的榴弹炮走下生产线，而且乌克兰制造商并不满足，他们觉得之所以每个月只能产出6辆，主要是由于 T815 底盘的交付速度太慢导致的。造一辆 T815 底盘的周期差不多要1年的时间，这严重限制了博丹纳卡车榴弹炮的生产速度。所以现在乌克兰的制造商们正在考虑是否更换底盘，选择之一是德国 MAN 公司的 HX 系列卡车底盘，其次是恢复使用原型车的本国 KRAZ 卡车底盘。
无论这两个选择哪一个，都能让博丹纳卡车榴弹炮的生产数量增加1/3或者更多，差不多每个月能生产8到10辆左右。如果乌克兰真的能实现了这一数字，那么他们军工产业很可能在战后会得到非常迅速的发展。上个世纪的乌克兰因军工产业而闻名。今年10月4日，亚洲时报一篇报道声称，为减少对外部武器的依赖，现在的乌克兰除了应对战争，也在积极重塑国防工业，准备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符合北约标准的现代武器生产国。就在前不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与13家武器制造商建立国防工业联盟。此外，美国国会202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乌克兰拥有庞大的国防工业，能够制造坦克、车辆、飞机、电子单品、导弹和舰船。为了让乌克兰在训练和装备方面更接近北约，北约也制定了一项重塑乌克兰国防工业的10年计划。今年6月，防务新闻周刊一篇文章指出，乌克兰军工企业正在寻求与欧洲供应商建立关系，寻求合作制造武器。不少乌克兰军工企业以实战经验为卖点，进行自我推销，成功与北约多个成员国，比如法国、丹麦、波兰、捷克、德国等建立了不同程度的项目联合。德国莱茵金属和乌克兰国防工业签署了一项维修坦克的协议，计划通过其他服务机构在乌克兰建立新的军工产业链。波兰承诺，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可以通过波兰军备集团获得生产设施，并启动了一条新的生产线，为乌克兰军方制造125毫米口径的坦克炮弹。捷克与乌克兰达成的协议更为直接，协议内容为双方建立合资企业，制造 FA259 打击者轻型攻击机。从以上这种势头来看，乌克兰的军工还真有复苏的味道。独立之初的乌克兰从苏联继承的军工业已经不能用强大来形容了。军工企业多达3594家，职工300万人，其中直接从事武器生产的企业就有700家，职工140多万。生产门类涵盖火箭、大型运输机、军用舰艇、装甲车辆等陆海空各种装备，而且其大部分产品性能居于世界前列甚至是顶尖水平。比如苏联第一枚制导导弹、第一枚运载火箭和第一个航天器的研制工作，大部分都在乌克兰境内完成。后来乌克兰还为苏联设计制造了半数以上的洲际弹道导弹。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承了1/3的航天工业。 SS-18 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可携带10个55万吨分导式核弹头以及40多个诱饵。在冷战时期，这型大杀器被北约称之为撒旦。飞机就更不用说了，乌克兰拥有飞机机体、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飞机修理等40多家企业。航空领域的重要飞行器安124和安225也是乌克兰军工的杰作。安225是一种起飞重量接近600吨的超大型军用运输机，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其翼展超过空客的 A380， 如果改成客机的话，可以搭载1500名至2000名乘客。2001年，从海南陵水机场将迫降的 EP3 侦察机运走，使用的就是安124运输机。在电影2012中，安500大型运输机也是以安225为蓝本虚构的。关于乌克兰军工的巅峰，例子就举到这儿了。火力军想说，种种迹象都表明，现在的乌克兰一旦脱离战争，无论其是否加入北约，军工崛起肯定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就拿这辆博丹纳来说吧，一个月6辆，跟世界前几名工业国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但是对比欧洲，对比世界上大多数和平国家，都算是一个绝对优秀的成绩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喜欢本频道的观众别忘了点一下订阅。我是火力军，下期节目再见。